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周四联合举办“透视民主真谛，坚定民主自信”座谈会，旨在讨论和交流真正的民主之道，记住扬清，明辨是非。会上指出，美方操办所谓民主峰会视频会议的目的，就是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是一场赤裸裸的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传销骗局，值得高度警惕。而针对反中乱港通缉犯罗冠聪竟被美国奉为民主峰会座上宾，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陈东指出，这就是对美式民主的最大讽刺。陈东在座谈会上致辞表示，民主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不是某个自我标榜民主国家的专利。美国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这是固守冷战思维，以一己私利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矛盾，制造新的分裂，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美国自身民主劣迹斑斑，乱象丛生，却以所谓民主灯塔自居，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煽动分裂对立，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对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探索充满傲慢、偏见和敌视。借民主之名，行破坏民主之实，这是对民主精神最大的亵渎和歪曲。香港也深受其害。今天，中联办、外交公署联合举办座谈会，就是摆事实、讲道理，透视民主真谛，破除话语霸权，坚定民主自信。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致辞时表示，美国正大操大办的所谓民主峰会，其最核心的本质是欺骗，最卑鄙的手段是胁迫，最讽刺的逻辑是颠倒。当前美式民主制度顾忌积重难返，民主实践乱象丛生，金钱政治大行其道，政治极化变本加厉。美国广播公司10月3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57%的受访者，美国7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民主的良好样板。民主并复办民主峰会，岂不是贻笑大方？所谓民主峰会，不仅不民主，而且是反民主。座谈会上邀请了香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现场发言的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资深大律师、资深媒体人和香港大学教授，可谓是涵盖了多领域的专家。他们曾经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工作生活多年，对西方民主的现状有切身的感受、直观的认识。他们讨论了西方民主存在的弊端缺陷和西方民主曾经对香港的误导，全方位多角度揭开了西方民主的真面目。这个民主峰会，我会用中国的这个成语来形容它，这是美式民主，这是西方文明黔驴技穷的一个表现。所谓黔驴技穷，他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政治现今一来，富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就远远大于穷人。虽然说是一人一票，但是实际上同票并不同权。竞选就是大部分都是赢者通吃 ，winner take all。赢者通吃的影响就是说不能输，大家都输不起，因为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输了的人就不肯认输，我们也知道有很好的例子。美国炮制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受邀名单当中，一名被香港警方通缉的反中乱港分子竟赫然在列。周日畏罪潜逃的乱港分子罗冠聪在社交媒体上爆料，自己作为唯一受邀港人，已正式受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加所谓民主峰会。他还惺惺作态，声称为此很是荣幸感恩。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反中乱港势力正在抵制破坏立法会选举。为了险恶的政治目的，被通缉的逃犯罗冠聪竟然被奉为民主峰会的座上宾，这不是对美式民主的最大讽刺吗？作为已经解散的港族组织香港众志前主席，罗冠聪在去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生效前连夜乘飞机逃往英国伦敦，之后扬言继续在国外从事乱港活动。
香港特区警方已经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向罗冠聪等潜逃海外的乱港分子发布了通缉令。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周二发文怒斥罗冠聪参加美国策划以民主做包装的对抗中国的会议，背弃香港，行为羞耻，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责。邓炳强周三还对媒体表示，罗冠聪出卖自己的國家就是現代漢奸。一個人出賣自己個國家係為咗外國嘅政治目的，呢啲呢就係現代嘅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佢應該感到羞恥。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也明確指出，羅冠聰潛逃是懦夫行為，根本沒資格代表任何港人。周三，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等媒體密集發文，痛斥羅冠聰這個數典忘祖、甘當西方反華勢力馬前卒的跳梁小丑，揭批美方為羅冠聰這樣的在逃犯罪嫌疑人搭台發聲。美方為什麼要把一個在逃犯罪嫌疑人當成座上賓？新華社分析得非常透徹。美西方反華勢力妄圖通過打香港牌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從未改變，羅冠聰之流則甘心委身為其走狗。他作為美西方干涉香港事務的棋子，他呢必須完成美國所給他安排的這個角色，以此來領取一些政治賞金。他也希望通過積極參與這樣的這個峰會，那麼博取美西方的這個政治保護。陳東在座談會上指出，大量事實警醒我們，反中亂港勢力竭力阻撓香港民主發展，不僅衝擊憲制秩序，破壞法治根基，損害政府管制，甚至發展到了暴力恐怖，危害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這種異化和被扭曲的民主禍害無窮，將把香港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可以預見，新一屆立法會產生後，優質民主、實質民主將得到體現，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會體現基本法的要求，廣大市民會得到更多的福祉。當前，香港局勢實現了由亂轉到治的重大轉折，民主發展正沿着正確的軌道前行，任何人、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法阻擋。讓香港特色的民主政治和發展，由於符合香港的需要和合乎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將來肯定會產生讓美國人刮目相看和意想不到的成果，也正讓他們更清楚知道西方民主並不代表普世價值。